请问这些大哥大嫂们在做什么？蹦迪。请问他们正脚下是什么？天子驾六殉葬坑。可以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坟头蹦迪。对不起周天子，他们不是故意的啊，大家是真下不去脚。我们离开了三门峡与小浪底，来到了洛阳城区。洛阳号称13朝古都，可以说是一层一层堆出来的城市，因此洛阳古迹多，墓葬多。尤其是在洛阳城的北面有一座山叫邙山，因为其山川绚丽，风光宜人，易于殡葬，所以邙山上多古代帝王陵墓。自东汉以来就是洛阳人的墓地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。洛阳的邙山就是古代人心中的梦中情坟。墓葬越来越多，至今已经成为了洛阳的一张旅游名片。于是乎，洛阳就在邙山建了一座博物馆，叫洛阳古墓博物馆。路不难找，只是这个肿头浴池的牌子属实给我吓了一跳。了解我们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，就是希望无论开发什么样的旅游项目，都能够与在地文化巧妙的相结合，而不是一味的商业化的复制粘贴。可以说，洛阳古墓博物馆真正的做到了。虽然门口停车难，周边配套有待改善，尤其是周边小摊居然还有卖洛阳铲的，我属实没有绷住。卖洛阳铲的各种工艺。但是博物馆本身完全没得说，我给出高度评价。考古学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专业，一个与考古紧密相关的博物馆，如果规划和表达不清晰，必然是枯燥的。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古墓博物馆，这边设计的那叫一个别出心裁。除了传统的看板、多媒体互动和文物展柜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就是原装墓室。博物馆将周边发掘的各个朝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墓室进行了整体迁移，汇总在这里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直观地看到每个朝代的墓室分别有什么特点。与考古人员不同的是，他们想要穿越朝代，需要一个个土层进行挖掘，而你跨越朝代，就像进宾馆的房间一样简单。对不起，比喻有点那个啊，但是意思确实是这样。我得趴着进。里面没有摆放什么东西，我觉得它可能主要想要展示的是整个墓葬的结构，是吧？它的前室啊、后室啊，包括甬道啊，一些框架性的东西。在墓室里，那些枯燥的文字和叙述一下就生动了起来。比如说汉代，尤其是西汉，人们墓室中多用空心砖。这个空心砖长什么样，怎么个空法，你看到实物一下就懂了。再比如说到了宋代，生产水平提高了，墓室的形制也发生了变化。那墓室建的地上什么样，地下什么样，都是仿木结构的砖室墓，石头做的飞檐斗拱，结构复杂，造型美观。不同年代流行的墓室壁画它也不同，比如妇人启门，就是墓室壁画中画了一个门，门里面有一个妇人探出了半个身子，仿佛在询问你进来吗。这个题材你在宋代的墓室里就比较常见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瘆人，但你一听解释就豁然开朗了。一说是表示门后还有院，算是一个小留白，画上去显得空间大；另一说是它是仙界的引路人，算是一个美好的寓意。但有一说一，我觉着它还是有实用效果的。想象一下你在没有经过墓主人允许的情况下，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墓室，一抬头看见一个妇人正在往外出，我来了你什么心情？这么说吧，你认认真真的逛完了古墓博物馆之后，凭你在里面学到的入门知识，如果你有机会再看到某个古墓，当然我希望你这个机会是正大光明、平平安安的多多少少能在形制上说出个一二，甚至也能断带。邙山的洛阳古墓博物馆还算是近郊，而一开始提到的天子驾六博物馆也是周天子的殉葬坑，那纯是市中心呢。在这个殉葬坑上建了一个广场，这会儿你知道为啥大伙搁这儿蹦迪了吧？
现在开出来的天子驾六殉葬坑只是周王城的凤毛麟角，而洛阳也不可能为了发掘遗迹而将整座城市平移出去，所以天子驾六博物馆是因为本世纪初文化广场的建设而被发掘，而发掘到一半发现其连带规模过大，又采取了回填措施，最后仅保留了这一处比较有代表性的殉葬坑，就地建馆。为什么保留这一处？因为它的存在证明了一件事儿，《义礼王度记》中记载，天子驾六马，诸侯驾4，大夫3，士2，庶人1，说了只有天子才能乘坐6驾马车，这是礼制。但咱之前从来没找过6马呀，最多只有4马，这儿就是6马。这是一个殉葬坑，在坑内许多马的迎面骨都有被卵石或其他钝器重击的痕迹，此外还有很多狗，其周围大多有挣扎的痕迹，考古分析应该是其活着时放入坑中的，在填土埋没。有一只小狗的遗骸，在一个小狗的遗骸上面还有一块石头，就是当时因为所有的狗都是被活着埋进这个葬坑的，所以当看到别人填土的时候，这些狗非常的惊慌失措，于是就顺着坑往外爬。当人们看到这只狗往外爬的时候，就用石头砸死了它。这还不算残忍啊！时间推到夏商时期，殉葬制度远比现在看到的更惊悚。感兴趣的可以去洛阳的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考察。顺便给大家推荐一本书《简商》啊，其中也有细致的描述。我站在周王城上建立起的广场中，忍不住思考：当有一天我们也化作了历史中的某一层土，后人看我们的时候，又会有何感想？我不是王侯将相，当最后一个认识我的人都离开人世，世界可能会将我彻底遗忘，就像我没来过一样。或许在1000年后的某一天，人们看到我的墓会说，墓主人的身份很普通，从墓碑上可以判断出他生于1994年，距今已经过去1000年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这可能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在1000年之后的人生总结。在被历史遗忘之前，我希望至少你能记住我。这里是虎牙青年，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，期待你的关注。